Hello， 大家好，我是语言。我收到二代博物馆的泄露图了。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画面。那你们也看到画面了，这个消息来源呢是来自1093，1093通常出来的消息都蛮准确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统帅加成之后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首先铁木真增加了骑兵防御力 10%， 还有主动技能伤害加成增加100。很显然的，官方是想要弥补铁木真他比较脆皮，没有什么防御生命的加成。不过老实说，铁木真他这里的加成其实并没有加多少，比较起之前的元义经曹操，你们可以看到曹操跟元义经的争议都是增加20到25% 左右，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第一代统帅的关系，而且也比较烂一点所以加成比较高。铁木真最大的致命伤还是他跑不动又脆皮所以我认为官方增加了博物馆这个争议之后，其实改变并不大。至于萨拉丁的话，其实到现在还有人用萨拉丁，我认为官方增加了他这些属性之后呢，只是锦上添花而已。首先是骑兵的攻击力增加 10%， 然后骑兵速度增加 10%。跑速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本身萨拉丁他就是辅助统帅，他的天赋有跑速加成，所以没有必要。至于骑兵攻击力呢，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因为萨拉丁他是第二代统帅，虽然他的3维加成呢跟司机是有的比，不过他的输出还是太低了，所以我可以接受这一点，我是会把这个开掉。君士坦丁提升 20% 的攻击力，普通攻击伤害增加 5%。 那君士坦丁我本人是没有用到啦，不过我觉得加成之后呢，其实现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很多人用君士坦丁，而且很强。日落峡谷是有包括博物馆争议的，不排除之后日落峡谷、失落峡谷应该会更多人去用君士坦丁啦。亚历山大步兵防御力增加 10%， 普通攻击伤害减1加 3%， 那个 3% 应该是对敌方的 debuff。 那比较起君士坦丁呢，亚历山大的争议其实稍微少一点点啊。假设我没有推测错，它下面的那个普攻减1那是对敌人的 debuff 的话，其实这个必须要开。现在还是有不少人他们是用关羽搭配亚历山大，或者是大 CP 搭配亚历山大。虽然我理想的争议系数是 20% 以上啦，但它这边 10% 勉强可以用了，还增加一个 debuff。还好不是像萨拉丁这样又增加什么跑速了再来托米利斯，工兵的生命值增加 15%， 工兵的跑速增加 10%。15% 的生命其实增加很多了，这个必须要开。如果你还有在用托米利斯的话，现在还有用托米利斯的人通常都是拿来放毒啊，对，针对那些什么集结住房之类的。野战的话目前好像只有本多忠胜搭配托米利斯之外，好像没有什么人用毒女了，除非有些玩家他们是没有去练太多工兵统帅，他们有些是用阿尔特米搭配毒女。还有就是一些围棋的玩家，他们都会带托米利斯去放毒。围棋跟野战的搭配阵容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开启托米利斯。毕竟博物馆你开越多的文物还有展位的话，其实它的价值会越来越高，后面越来越贵。你们记得要根据需求去开启啊。它的加成确实是很多，但你没有用到的话没有必要去开啦。接着爱德华增加工兵的防御力 10%， 还有主动技能伤害增加150。那我觉得这个跟铁木真一样啦，是没有什么用的，就算它增加了 10% 的防御，除非他真的是开到很像元义经那样增加20跟 25%， 这个才有的救。你这个增加 10% 真的没有什么救，你原本伤害就已经很高了，你还要增加一个150的伤害，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途啦。再来是武则天，其实在公告里面没有提到武则天会出现，那反正泄露图这边已经看到了，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吧。部队攻击增加 15%， 还有技能伤害增加 5%。那武则天就见仁见智啊，我没有去练武则天啊。还有你们要记得，博物馆只是过渡期而已，也就是说新的玩家进入征服赛季才用的。之前我有去探访了一下 K3 的玩家，我发现到其实他们比起用武则天比较多的还是用萨拉丁来做主防所以武则天要不要去开呢？这个看你们自己啊，有没有想要去练武则天呢？现在新玩家其实蛮少用武则天了，可能他们自己也是知道到了征服赛季其实用武则天的几率是非常低，没有什么用到，所以很多人都不去练武则天。那么这些都是第二代统帅的争议，你们有什么看法？你们觉得哪一个加成会比较好呢？反正萨拉丁我是一定会开啦，铁木真就算了吧。除了第二代博物馆的泄露图之外，官方之前不是有讲过吗？那些旧的博物馆统帅也是会有增加属性。那从这边泄露图来看呢，其实你要解锁这个统帅，你要收集1个跟2个的石头，这个可能是解锁石还是什么之类的。有解锁跟没有解锁其实相差还蛮远的，就相当于你解锁了技能，可能你原本是5551，然后跟这个5555是有差别的。
并且它开到后面的属性越来越变态哦。那首先第一个石头就是我们现在博物馆看到的夹层啊，就是可能艾塞尔现在是部队伤害增加是 5% 跟跑速 10%。那它这边两个石头呢，我预计是在博物馆再开了一次，再升级了一次，它才会开启。就从原本的 15% 变成 25%， 直接增加了一个 10%， 是相当多了。那我们直接看博物馆最夸张的，原本曹操跟袁逆金，曹操是 20%， 增加到来变成 30%。袁逆金呢也从 20%、25% 变成 30%。那简单概括哪些博物馆统帅其实是我们已经开了，包括艾塞尔、李成桂、曹操、袁逆金、查理马特、炮王。花木兰的话好像开的人并不多，不过也包括在里面吧。统帅再次提升之后真的是争议很多，官方可能是想着说现在统帅越出越高的系数，第一代统帅要跟着上来。我看这里增加最多的应该是图特摩斯，他直接增加了一个 20%。官方可能是调整了一下，那你们可以看到原本袁逆金、曹操他们这些争议已经很高了，它增加大概5到10% 左右。相反的，之前争议可能没有这么高，又或者那个统帅比较弱的话，它增加的比较多。像图特摩斯他就直接增加了一个 20%。西德这个这么特别的统帅，他都增加了 15% 给他。或许官方也是发现到玩家是选择性去开某一些特定的统帅，也就导致成第一代很多统帅呢其实都已经放在统帅栏里面报废了。不过间接性还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解锁展位跟文物的时候其实要用到不少的文物结晶跟展位结晶。我们先不要看在进阶解锁的部分，先看原本的版本。假设说你要把这些全部解锁的话，它后面用到的数量会越来越多，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官方它现在解除了去购买文物结晶跟展位结晶的礼包，可能是想避免玩家他们一直去购买然后解锁博物馆。不过也当然了，官方之后肯定是会开放礼包再次让玩家购买，因为你们全部解锁的话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再加上第二代也是跟着一起推出，在征服赛季已经有一段时间的玩家应该是存好文物跟展位结晶了。但新玩家要度过过渡期的话可能比较头痛一点，你们需要花的钱可能也比较多，慎重去选择你们想要开启的统帅。那刚刚我有讲过哪一些统帅你们是可以开啊，你可以暂时开这些，那他如果要再升级上去的话可能需要另外一个石头来解锁才可以到达第2级。目前我还不知道进阶到第2级的解锁条件是什么，你们可以等之后更新才做决定。看这样的情况，官方确实又想要再赚多一波了。原本我想说第一代博物馆出现之后就停了，你已经开了之后就停了，现在又来第2阶段的升级。那我看了官方这边的石头可能还有第3、第4、第5阶段，可以捞了又再捞，冷饭炒了又再热了。你们对于博物馆更新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